同一个土耳其的楼盘，同一套房子，两家中介给你的报价能差出10几万美金，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中介黑心，加价太狠了。这个判断呢，不能说全错，但如果只理解到这一层，你后面还会吃更大的亏。今天把这件事呢，从头到尾的讲透，价差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找本地中介也未必便宜，还有真正决定你亏不亏的那件事情，它跟中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先说价差怎么来的，在土耳其，尤其是那些专门面向外国投资者的新房项目，开发商很少是自己直接卖房的，通常的做法是把整个楼盘打包给一家营销总代理，土耳其语叫做公司，他们的人就住在售楼部里，总代理再把房源分给本地的授权销售渠道和持牌中介，中介再做成中文、俄文、阿拉伯文的楼书发给世界各地的海外中介。一套房到你的手里，中间可能隔了4、5个环节了，每个环节都有往上叠的东西，营销佣金、分销返佣、付款方案里打包的利息、汇率上的打包差，还有律师翻译、税费这些服务包的代收费用。所以要说句公道话，你看到的价差不全是有人黑心加价，有一部分是这条链路的本身的运转成本。你拿到的价格渠道不同，价格就不同，房子没变，变的是你前面站了几个人。那有人说好办呀，我不找中文中介了，直接飞伊斯坦布尔找本地中介，总能达到底价了吧？不一定。土耳其法律确实管中介费，官方法规写得清清楚楚，持牌中介的买卖服务费上限是成交价的4%加增值税。通常呢，买卖双方各出一半，听起来很规范，对吧？但注意了，这个4%管的只是持牌中介的服务费这一层，它管不到开发商和营销总代理之间的分销定价，管不到面向外国人的项目包装，也管不到返佣的一个安排。那本地市场同样存在专门做外国买家生意的高包装、高返佣的销售体系。所以结论是，不是所有本地中介都代表低价，也不是所有中文服务都代表高价。你以为绕开了一层，可能只是换了一条链路。讲到这里，才是今天真正想说的事情。价格贵不贵，其实并不是这件事的终局。终局是3年之后，这套房你能卖给谁？买房入籍的房子，房产证上会加一条批注：3年内不得出售，这是官方硬规定。3年之后批注解除，你想退出的时候，问题来了，很多人不知道这条规则。从外国人手里买的房子不能再用于入籍申请，官方要求入籍用房必须从土耳其公民或者土耳其公司手里购买，那外国人持有的房源直接不合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3年后你挂牌的时候，下一个想拿身份的外国买家从规则上就出局了。他买你的房子拿不了护照他为什么要买一套按护照价定价的房子呢？你的真实买家只剩土耳其本地人，而本地人只认一个东西，这套房在本地二手市场值多少钱？当初叠加在房价里的那10几万美金渠道成本，本地人1分都不会替你买单。这就是护照房最大的陷阱，它表面上满足了移民条件，但如果买入价严重脱离本地市场，你的资产从签字那天起就已经被锁死了，不是锁3年，是锁到你认亏为止。那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买贵呢？不听中介讲，不看宣传册，就看3件事。第一，别比中介报价，比同小区、同面积段的二手成交价，新盘报价可以包装，二手成交价包装不了。第二，别看开发商包装，看土耳其本地人掏不掏钱，这个价格本地人会不会买来自住，会不会租，有真实需求的房子才有底。第三，别只算今天能不能入籍，算3年后能不能退出。入籍是这笔投资的开始，不是结束。所有房产最后都是一个逻辑，能流通才有价值。今天的价格有没有意义，取决于未来有没有人愿意接。顺带说一句很多人不知道的，走入籍这条路，官方不是只看你
合同上写了40万美元。入籍场景下，官方估值报告是强制的，投资金额要过官方的核验文件。协会、申报价、付款流水都在核验口径里，每一环都有讲究，做错一个环，整个申请就卡住。这些细节今天不展开了，属于1对1才讲得清的部分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本地做筛选，时间越久越确定了一件事情：移民买房最怕的不是买不到，是买到一套只有外国客户会接盘的房。所以，我们筛选房的原则从来不是哪套佣金高我们推哪套，而是3个问题：价格接不接近真实市场，本地人有没有居住和租赁需求，3年后有没有二手流动性。在土耳其买房，贵的从来不是房子，是信息差。如果你正在看土耳其的房子，拿不准手里这个报价，把楼盘名字发我帮你对一对同区域的二手成交价和官方估值的口径，用本地视角给你一个参考。再大的决定也可以从这一步开始。